这条路是我自愿让出1米宅基地，我自掏腰包，前前后后花了好几万呀。村长，你听听，他只是说他出了多少钱，只字不提挖了我们家的风水树，现在还不承认。可这棵树根本就是我爷爷种的。村长，你看他现在反过来说是我讹他，明明是他挖的树，现在还是恶人先告状。自愿性的，没人逼你，我管不了。我就问一句，这还讲不讲道理啊？江北啊，你修都修好了，你就多出点钱，把这事了了不就行了？你跟你叔又不是外人，较什么真儿啊？江北，听叔说句实话，你有钱修大马路，10万不是个事儿，别跟叔计较，伤了感情。这咋回事？谁干的？谁干的？还用问吗？昨天拦工，今天毁路的，这家伙找事儿。这向北出钱出力又出地，还摊上这么个理，试试。江北，这路还修不修了？爸，你别管了，我去就来。路修完那天，我请了全村的人来吃席，唯独没有请刘德贵一家。你们知道吗？向北他爸那10万块钱呀，那可是他攒了好久的养老钱，攒了好几年呢，全都给了，全给刘德贵了。乡亲们，不要再聊天了，挨鞋了，吃好喝好啊！哈哈，来，是。他怎么来了？德贵叔，今天我好像没有请你来吧？乡里乡亲，来给你道个喜，怎么了？这孩子小气的。我告诉大家，向北这孩子可真舍得。他修这路本来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但是动了我们家的风水树，这损失得赔。你们猜向北怎么着？二话没说，10万块给了。这路一分没花，我一块砖没搬。这路修好，我该走就走。这叫什么？这叫邻里和睦。刘军儿，这10万是你存的养老钱了，存了好多年了吧？不容易啊，这钱花出去了，路修好了，值了。小北啊，你爸真舍得，这钱花出去了，心也就放下了。好事儿，那是我爸的养老钱。你爸把钱都花了，这事儿都翻篇儿，你再这么说，不善罢难堪吗？人家刘军说是被您逼的，这跟小不小跟他有什么关系？谁拿刀架他脖子上啊？那是自愿的，有什么好说的？自愿赠与不构成法律纠纷，这件不存在追回的。行了，路以后天天走，这路修得不错啊。走路看着点，踩着我的东西了。这路宽，我晾些玉米正合适。你修路不就图让大家用方便吗？踩到了，你走路不长眼，捡起来放。怎么踩到别人东西不用赔啊？这孩子，你爸怎么教你？让一让。你这没眨眼吧？哈，你看这负责量，搬个东西都搬不利索。刘娟，你当初修的路图什么？你儿子自己修的路，走路自己都磕磕绊绊。小北啊，你爸的腰不好，你可要快着点。听说昨天晚上刘德贵他爹走了，他家要出币，估计就得向咱家借路。刘军儿，在家吗？这儿呢，这儿呢。
杨梅啊，跟你说个事儿，今天出殡，这条路我用了，你们家人今天下午把这条路啊清理干净，别留下杂物，知道吗？还有，今天下午到明天，这条路你们家人不要出来再碍事。出殡的时候，你们一家人待到屋里，门都别出，明白吗？还有，提前把这路冲一下，土多，走起来不好看。凭什么？这路是我出钱修的，你还讹了我爸10万块，现在还要我打扫，还不让我家人出门。刘军儿，儿子真是急了，你们家就这怂样，瞅你爹就是这样，老实人就该吃亏。相连通行权，出殡紧急，法定权，你们去查呀。小梅啊，那个死者为大，这次就爸，他凭什么？小梅，你看，你爸就比你明事理。小梅啊，这条路修的不错，明天啊，我要好好走走，记着提前冲一下，别让我踩了一脚泥。那小子今天白天急了，还想跟我叫板，那不是让他爸给拦住了吗？你知道为什么被他爸拦吗？当年我和刘军他爹争沟边那块地，两家拉扯大半年，最后怎么收场的？你知道吗？他们让了。刘军他爸自己开口让，说什么邻里和气，不值得闹，那块地就这样归了咱家，让了地还不算，你爷到死都说那块地是刘军自动送的，白纸黑字立了字据。钱让，儿子让，现在孙子也让，他们一家骨子里就是这，你不占他便宜，那是你傻。所以刘军为什么拦着他儿子？你知道什么意思了吗？因为他知道拦不住这个。拦不住，天王老子来了也拦不住出殡，何况他刘向北。今晚该请的人都通知到，明天吉时不能耽误，你爷泉下有知，这次排场咱得给他撑起来。知道了。这条路明天我要好好的用。小梅呀，死者为大，这次就拦不住出殡的，哎我知道，但这路是我修的，让不让他们走是我说了算。喂，明天有空吗？明天挖机借我用一下。但是爸，吉时误不得，要是他们把出殡给搅了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咱家在全村都没脸。他要敢拦，我就跟他拼命。要我说呀，他就是放把好话，真到明早，他不一定敢。就是，他有这胆子，就不会乖乖看着我拿走10万块。他心里清楚，敢拦别全村人都会戳他脊梁骨。就是执法队来了，也要站到我们这边。那就不管他，不用管，明天吉时一到，营就上路，他在哪儿都没有用。眼看吉时一到，刘向北那小子也没什么动静。昨天那话就是吓唬人的，真让他借他是个胆子不大。他们一家都嚷成什么样，今天肯定不忍。他没来算他明显，要敢来，我让他一步都挪不动。吉时已到，出发吧。出发！刘向北，你疯了！刘向北，你疯了！刘贵叔，这路是我家出钱出地修的，现在我家要收回这块地基，我把路拆了，不过分吧？你把路给我铺回去！这是我们出殡的人，你敢挡道，我们就跟你拼命！跟我拼命？修路的时候，你家不出钱也不出力，还坑了我爸10万块，你还好意思说？刘向北，路的事我们可以再谈，但是你给他挖了，我爷爷出不了殡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担不担得起这个责，知道。
我就知道一件事，这地基是我家的，我想什么时候收回就什么时候收回。你给我等着！你干什么？你还敢挖？刘向北，破坏公共道路是违法的，你马上停手，我立刻报警。公共道路，这地哪一块砖是公家出钱修的？哪一寸地基是公家划的？你说说看。这条路是我们两家唯一的通路，你给他挖了，就等于断了我们家的通行权。从法律上讲，这就是违法的。断你家的路，我使用的是我家的地基，我想在上面砌个小院子，不违法吧？砌院子？你少找借口了，你就是故意的。我家的宅基地，我想砌院子就砌院子，难道还需要跟你请示？这路一断，我们家怎么出去啊？堵死别人出行的唯一道路，这就是违法的。这刘耀祖说的好像真有道理，这路真断了，那刘德贵家可真出不去了。向北这次怕是要栽啊！这刘耀祖可是律师，真要搞起来，向北怕是够呛。听见没？我儿子可是律师，今天要是不把路填回去，你法庭上见！你敢说话呀？爸，跟他耗没用，他租来的挖土机按天收费，他耗得起。你要什么条件？直接说。10万块，1分不少，全额还给我爸。另外，再当着全村人的面，为当初的事情道歉。2个条件，缺一个，坑就一直在这。道歉？你做梦！等等，道歉的事我们可以再谈。10万块我们今天就给，你先把路让开，让我爷爷出殡，行吗？2个条件一起实现，否则免谈。这是趁人之危。当初你爸坑我爸10万块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？向北，之前都是叔做的不对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先让出殡的队伍过去，后边的事咱们坐下商量啊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不行，向北，叔都向你服软了，咱们就通融通融。刘贵叔，这真没法通融，我这挖机可是按天收费的。你就是故意的，你选我家出殡的日子，等我到。我什么时候挖坑？难道还看你家日历不成？你们几个过去把他抓过来，把杜推和队伍先迎过去。你们愣着干什么？走啊！德贵说，这坑拦在路中间，队伍过不去，人都站不稳啊。抓不抓住我无所谓，可这挖机你移得开吗？爸，别跟他在这耗了。你等着，你给我等着！报警，我治不了你了。警察同志，这是我房产证。这坑在他自家范围内，公共路面没有被动过。不，同志，是这样，但这坑挡住我们家出殡的路了。这个我们确实管不了，他在自家范围内，不属于破坏公共设施。同志，这坑可是在我自家范围内，我可没有破坏公共路面。叫村长，执法队管不了，村长能管。对。喂，村长。刘军儿，看看你儿子干这事儿，人家德贵他爹今天出殡，你把路给人家挖了，现在出殡队伍卡着不走，你赶紧的让向北把路让开。村长，现在我们家是我儿子做主，说了不算。你呀，向北，你赶紧的。村长，这坑在我自家范围内，刘德贵他爹今天出殡，那是他的事情，跟我可没什么关系了。你，哎呀！村长，哎，村长，
爸，这执法队的说管不了，村长的话他也不听，再这么耗下去，吃亏的是咱们家，不能再拖下去了。那怎么办？既然这挖土机移不走，路也走不了。不过路上的坑，我看还不算太深，不然就找个木板铺一下，人垫着走，应该能过。对呀，铺木板。既然刘向北不让我们过，我们就自己铺木板过。好，快去！刘贵说，这路面有裂缝，铺木板我理解，但是那木板看着太滑，万一脚下一滑，把骨灰盒摔了，这谁能承担了这责任啊？我也不走了，万一出了什么事儿，咱们承担不起。出了事儿，不怪你们。德贵叔，万一这板面太滑了，质量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办？万一我们上去摔下来，你说这谁来承担责任啊？这样，各位辛苦费翻倍，出了事儿算我们家的。啊，翻倍？行吧，行吧。有耀祖这话，那行。刘向北，今天这事儿没完。向北这次真是硬气一回啊，看把刘德贵一家给气的。硬气归硬气，可是就害怕刘德贵一家后来又报复他。这刘耀祖可是律师啊。可不是嘛，这耽误了人家今天出殡，这梁子呀算是结下了。要我说呀，这刘德贵一家也是活该，当初修路不出钱又不出地，还讹了人家10万块，现在路堵了又开始着急了，简直是自作自受。向北啊，刘德贵说要铺木板过来，要是他真过来，咱们也没招了嘛。要不把这坑填了，让他们走吧，万一以后他报复起来。爸，就他们找的那块木板走不稳的。为啥？爸，他们是看这个路面有缝隙，怕脚卡在路面里面，所以才铺的木板。但那个木板太滑了，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。爸，您别急，您就等着看好戏。快去，快！这不一下都过来了。我先试试。没问题。好，我先走。怎么回事？我，爸，我的腰！没事吧？我的腰！刘向北，你是故意的，你故意让我摔的啊！这木板是你们自己铺的，胶也是你自己划的，这还没赖到我身上。不走了，这木板太滑，再走下一个摔的就是我们。给再多钱也不走，命只有一条。耀祖，你刚才可说出了事儿是你们家自己的事儿，现在这跟我们可没关系啊！这可不就是自讨苦吃吗？刘向北，你给我等着！刘向北这小崽子，我不整死他，我就跟他的姓。耀祖，赶紧给我想办法！是，爸，你先消消火啊！咋消火？你爷爷出不了殡，全村人在那看笑话，我们家的脸都被丢光了。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爷爷送出殡呐。坑还在，我还摔了一跤，帮忙的人都散了，你告诉我怎么办？找刘向北谈呐！我刘德贵这辈子都不可能向这个小崽子低头。不是低头，爸，咱家修路不出钱也不出力的，还反坑人家10万块，这全村人都知道。今天刘向北拦着没让我们过，没有一个帮我们说话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还不是大家觉得刘向北吃亏了，所以没人同情咱们。先把钱还了，让爷爷出殡，后边的账
咱慢慢算。你儿子我好歹也是律师啊，还能让他们家给欺负了？你说还多少？先还一部分吧，看他开什么条件。你去谈。哎，我去开门。你来干什么？向北，我想找你谈谈。进来。说吧，谈什么？我爸愿意先还5万，先把路填上，让我爷爷先出殡，剩下5万和修路的事儿，咱们两家找个时间一块吃个饭，再商量。不行，10万块，一分不少，全额还给我爸。另外，必须当着全村人的面为当初坑我爸的事情道歉。2个条件缺一个，这坑就一直在。当众道歉？那不可能，那就没得谈了。你这是趁人之危。那你爸当初坑我爸钱的时候，那叫什么？那难道不是趁人之危吗？向北呀，人家毕竟是丧事嘛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别把人逼得太紧。爸，正因为是丧事，他们才笃定会答应。我这次要是松口，以后咱家退1步，他们家就敢进10步啊！你回去好好想想，想出殡就得答应我的条件，否则这坑就一直在。我有的是时间陪你耗。怎么说的？10万全还，还让你当众道歉？道歉？他做梦！我就是死了也不会跟他道歉。爸，可是爷爷的骨灰还停在屋子里啊！今天这事要是传出去，全村人都知道，咱们家连出殡都办不好。多拖1天，外面就多笑话1天。你想让亲戚朋友全看咱们家笑话吗？道歉，我来想办法。他要道歉，无非是想让咱们家当众出丑。咱们找村长啊，意思到了就行了，不用真的道。能行吗？刘向北他要的是面子，那咱给他面子，但是咱也不能丢人。他要是真闹到法院去，他也未必占理。先把正事给办了，后面的账咱慢慢算。行，只要不让我道歉就行。我刘德贵这辈子都不会给别人道歉。江北啊，事情已经闹到现在这种地步，德贵也知道错了，你要不就把路让了。村长，条件我已经说过了，10万块，全额还给我爸。其次，他要承担一部分的修路费。既然他把您请过来，那道歉的事儿，我可以算。刘贵，那你看呢？10万我可以还，但修路钱我不可能出，路是他自己要修的，关我什么事？关你什么事？路修好了，你走不走？出殡的时候你过不过？用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关你什么事啊？真是搞笑。刘贵啊，要我说，人家向北的条件是对的，人家修个路，你天天走，你承担一部分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10万还给你，修路我最多出1万，1万都不少了。修路我总共花了6万，让你出3万，你肯定不吃亏的。3万？你疯了？不可能，你做梦！既然如此，那路继续烂着吧，我不管了。刘向北，你别得寸进尺。向北啊，3万的确多了，能不能再商量商量，少一些？村长，修路我总共花了6万，这路他家天天走，我让他出3万，仅仅只是修路的费用，还有这2天挖坑的费用，他也得承担。你挖坑的钱也让我出？不然呢？要不是你坑我爸那10万块，我用得着挖这坑吗？你这就是赤裸裸的敲诈！敲诈？德贵叔，我在跟你讲道理呀，您何出此言啊？向北啊，咱们把那10万块钱要回来就行了，其他的就算了吧。爸，不光是修路的费用，还有那10万的赔偿款，修路的费用分摊，挖坑的费用，这3笔钱一笔都不能少，否则
这坑就一直赖在那儿。姚贵，这钱要不就先出了吧，这事儿总这么耗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得寸进尺，要10万还不够，还有什么修路费，还有什么挖坑费？这小崽子真把我当冤大头！爸，挖坑费算下来才5000多，加上修路费的3万，那也才13万出头。13万？当初我只要了10万，现在反过来要还13万，凭啥？但是爸，咱们一直拖着也不是个事儿啊。现在最重要的是送爷爷出殡，早点入土为安呐。你放心，后面新账旧账我会跟他一起算的。行了，你去谈谈。但是耀祖，这后面账要算清楚，一分钱都不能便宜了他。我这辈子没有吃过这亏，一定要小心。放心，这笔账我记着。10万赔偿款，修路3万，挖坑费5200，总共13万5200。转吧。钱到了，录什么收填？现在开工填坑。好嘞。刘向北，你别得意太早。一直以来都是你在自作自受吧？哎，这事可算完了。没完，爸，后面我还得立个界碑，把咱家的范围啊圈得清清楚楚。他刘德贵以后别想再占我们家便宜。立界碑，那得花不少钱吧？花不了多少钱，而且这钱必须得花。没有碑，他永远觉得这条路是他家的。立了碑，刻上名字，这样以后谁也来不掉。啊！刘向北，这事儿没完。刘耀祖，这事是你爹做的不地道，让你爷出不了病，那是你爹自作孽不可活，这可怨不得我。等着，等我把我爷安葬好，后面的账咱慢慢算。耀祖，走了。向北啊，咱们家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爸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不会让咱家吃亏的。哎，向北呀，这回刘德贵算是恨上咱家了，13万多都掏出去了，又被你当众羞辱，他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大亏。爸，他恨就让他恨吧，我不让他恨我，他只会觉得咱们家好欺负。哎，话是这样说呀，咱毕竟是平常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以后这邻居还咋做呢？爸，你跟我妈商量商量，跟我去城里住。去城里呀？那这老宅咋办？老宅的事我已经想好了，你就放心交给我处理吧。哎呀，去城里，不知道你妈住不住得习惯呢？不习惯，不习惯也比当刘德贵一家邻居强吧？行，那我和你妈商量商量。哟，这是要搬家呀？刚修好路，花了10几万，还不是便宜了我们家？哎，这刘军一家真的要走吗？花这么多钱修路，最后还是让刘德贵白捡了个便宜。刚修完路就走了，你修它干什么？还不是给我修的？德贵叔，这路是我家修的，谁说你能白走？人都走了，还管得上我走不走吗？爸，您先走，我这里还有点事。向北这就走了？哎呀，还是人家刘德贵厉害呀，硬生生把人给挤兑走了。我让父母去城里，邻居以为我是怕了他们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
我其实是打算将老宅一侧改造成养殖场，让刘德贵他们一家在村里彻底生活不下去。刘小梅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在自家地基上施工，有问题吗？你在我们家门口施工，以后我们怎么走？德贵叔，你看看脚下，这条线以内都是我家的范围，我没有越界。你现在施工，我们家就出行不方便，你得赔偿。赔多少？赔2万。2万，这么多？行，转过去了。这花了这么多钱修路，现在又赔钱给他，真是没骨气，怪不得要到城里去补。德贵叔，我想买你家墙角那块地。买地？你不是要到城里吗？买我们家地干啥？我有用。哎呀，我们家那块地啊，是风水宝地，我还指望那块地旺我家耀祖呢，可不能随便买。不过嘛，咱们多年邻居，我忍痛割爱，5万。行。你说啥？我说行，5万就5万，你现在签字，我马上转账。小梅，不是说心狠，那块地对我们家意义重大，5万块钱啊，叔也是忍痛割爱。协议我带了，你签字，钱马上到。小梅啊，做生意还要像你那么爽快。过去了。那叔不打扰了，先走了。向北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做点小生意。小生意，这动静可不小啊！刘向北，人家工人干活声音太大了，吵得我家鸡都不下蛋了，你得给我赔偿。赔多少？3000。哎呦，刘向北，你这建材堵了我家门口，影响我出行，你得给我赔偿。多少？2000。看看吧。向北怎么跟提款机似的，要多少给多少？我看刘德贵这回又吃定向北。该花的钱一分不少，该算的账一笔不漏。大家今天吃好喝好。我就说嘛，向北一家人还算识相，知道斗不过我和耀祖，快快搬到城里去了。向北，来，过来。德贵叔，叔跟你说啊，虽然你爸妈搬到城里了，咱们还是邻居，我帮你看你家老宅，保证不为难你们家了。那就谢谢德贵叔。客气了，都是邻居。向北，你家老宅子折腾了那么久，到底要改造成啥呀？养殖场。养殖场？养殖场？你在我家旁边开养殖场？我在自己家开的，关你什么事？刘向北，你这是存心恶心我！你赶紧把那养殖场拆了。拆不了。不拆，我就举报你！我找执法队，我让耀祖告死你！哎，德贵叔，宅基地证，您见过？这张养殖经营许可证合法申请，合法审批。您要举报，随便。哟，这还真有证啊！这向北这是一步一步都算好了呀。刘向北，你这是存心报复！德贵叔，我这是合法经营，您要是觉得不舒服，可以随时搬走啊。当初你不是说不经常出门吗？向北，叔知道错了，当初修路的事
哎呀，叔被猪油蒙了心，不该坑你爸的10万块。你看在咱们几十年邻居的份上，你把那养殖场挪个地方行不行？就当叔给你赔礼道歉了。不行，向北，叔给你道歉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德贵叔，您刚刚不是说您被猪油蒙了心吗？那正好，以后您可以天天闻家禽的味道，帮您醒醒脑子。向北这嘴还挺毒的。这叫什么来着？这叫自作自受。当初坑了人家的钱，现在怎么样？傻眼了吧？刘向北，老子跟你没完！刘向北，你以为有一个养殖许可证就万事大吉了？居民宅基地改建养殖厂房需要向有关部门申请用途变更，你有变更手续吗？对，没有变更手续就是违建。有道理。宅基地用途变更证明，3个月前我就办好了。3个月前？是，我很早之前就办，因为原来的建筑面积不够审批标准，所以我才买了你家的那块地。你买我们家地就是为了凑面积？德贵叔，您不是说那块地是您家的风水宝地吗？现在看来，的确如此。哎呀，这原来修路施工买地赔钱，那全是给现在铺路啊！还以为刘德贵占了多大的便宜呢，原来是在给人家做嫁衣啊！哎呀，我去找他谈。刘向北，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别装了，你把养殖场开在这儿，不就是冲着我们家来的吗？你说怎么样才肯关了？我为什么要关？我合法经营，手续齐全，下个月就要开张了。向北，叔求你了，你要多少钱？开个价。钱我给。德贵叔，你当初坑我爸10万块的时候，有人跟你说过开个价吗？我不要你们的钱，我的养殖场会一直开下去。你们要是嫌臭，可以随时搬走。当初你们把我爸妈挤兑走的时候，不也这么说吗？我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罢了。这从一开始就是刘德贵欺负人家，现在人家还手了，他都喊上冤枉了。德贵叔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向北，叔给你带了点东西，你看。德贵叔，东西拿回去吧。向北，叔真的给你道歉了。那个养殖场那味儿实在太大了，叔都晚上睡不好觉。您睡不着觉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养殖场我是不会关的，您回去吧。向北，别说了，请回吧。爸，这就是你卖给他的那块地。这是尿，他把排尿口开在我卖给他的地上。刘向北，滚出来！你买那块地就是为了排尿。
排水渠。少玩文字游戏，那就是尿。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买那块地的用途就是建排水渠，养殖场的废水经过处理后，通过排水渠排放，合法合规。你是律师，协议你应该都看过，上面哪个字有问题？刘向北，你骗我！你花5万块钱买我的地，就是为了在我家门口排尿。说，当初你卖地的时候，可是说了忍痛割爱的，这协议上的字，也都是你亲手签的。你回去再说。这刘德贵当初卖地的时候还沾沾自喜呢，现在才知道，看看傻了吧？这下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喽！哼！刘向北，就算你手续齐全，你这养殖场的排污也不可能达标，粪、废水、氨气，这都是环境污染，我可以向环保部门举报你。你去举报吧。环保检测报告上个月刚做过，排放达标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再去申请一次，费用我出。这姚总，这写的啥？姚总，这到底行不行？这下刘德贵一家真拿他没办法了。要说刘德贵，他就是活该，当初不欺负人，他能有今天。这窗户关着还有味儿，这才入春，3、4天还咋活呀？耀祖，你倒是给想个办法。爸，我咨询过环保局的朋友，人家说呀，他手续齐全，环保也达标，从法律上拿他没有任何办法。那就这样忍着，前面出殡被他堵，现在被他牲口熏，我们家的脸都丢尽了，全村人都看我们的笑话。法律上拿他没办法，不代表没有别的办法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他的那个养殖场才刚起步，设备都没装全，如果这个时候出了点状况，那他的厂子一定干不下去。你的意思是？爸，你在村子里认识的那几个人，能不能交给我？你懂的。但是姚总，要是去闹事儿，万一出了事儿，可怎么办？不是去闹啊，爸，就是让那几个人到他厂子门口去转转，今天堵个门，明天拦个车，让他的材料进不来，工人没法干活，拖他个10天半个月的，让他的设备进不了厂，工作没法开展，他前期投资的钱自然而然就打水漂了，那他的厂子自然也就倒闭了。这能行吗？只要不动手，不破坏东西，顶多算邻里纠纷。就算他报警，那警察来了也是调解罢了。行，明天我就联系他们。师傅，麻烦让一下，我要继续卸货。卸什么卸？今天这门谁也别想进。喂，同志，我是刘向北，有人堵在我养殖场门口，影响正常经营，麻烦过来。你敢报警？10分钟之后就到。你们是走还是留？说报就报。走啊走啊，就是说吓唬一下，可没说要跟执法队打交道。德贵叔，这活儿我们干不了，人家直接报警了，我们可不想进去。这花钱贵人来捣乱，一个电话就走了。
一天到晚都是屎尿味，这让人活不？你只要村长，让村长出面，把养殖场开到我们家门口。不信，村里还没有个说理的地方。去了就有用吗？你忘了上次举报，人家手续齐全，村长能帮我们说什么呢？你不去，明天早上我去。不信，这还找不到说理的地方。德贵儿，你说的情况我都知道，但是刘向北手续齐全，我也没办法呀。村长，你是不知道，这天天屎尿味，人真的没法住啊！哎，那还不是你自己造的孽吗？要不你还是去求求人家向北吧。我求他，我以后在村里怎么活？那你自己想办法，我管不了。走吧。你。向北这养殖场开得稳呐，排水沟都是处理过的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就是这刘德贵一家，这风一吹确实难受。刘向北，你这个养殖场把全村人都害了，周赵两家跟我一个意见，你必须把他关了。周哥、赵姐，你们两位可都是跟我签了字的，咋还跟刘德贵一起过来闹呢？养殖场开工当天，两位可都是跟我签了无异议声明的，现在想要反悔，难道是想要赔钱给我？什么无异议声明？刘向北，你少给我扯犊子！你赶紧把养殖场给我关了！关不了，你不信，可以问问他们两位。他妈的，这让人一会儿咋睡嘛？爸，你还记得养殖场的引水管道从村口渠接过来的，沿着围墙根买的？记得。怎么了？那个管子要是一断，厂子里不就没水了？爸，那地方晚上没人来。向北呀，没水了，这管子好像被谁弄断了。喂，同志，我养殖场的引水管被人为破坏，需要报案。廖总，执法员说那个事儿还要进一步处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我们去镇上环保局实名举报他选址违规，说影响居民生活。举报不是试过吗？这次我们是举报他选址违规。养殖场选址审批文件、废水3级处理标准，各项指标均为正常，2项投诉均不成立。结案。这查都查完了，还能查出个啥？大家都散了吧。梁贵，你让我们签署说肯定没问题，结果全都达标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我本来就不想签，你一劝再劝，
现在举报不实，我这脸往哪儿搁呀？以后啊，这事儿别找我，走。这一路告到县里面，这全是达标的，还拖着2个邻居。现在这邻居也走了，这可不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喂爸，小北，今天该装车了吧？啊，刚装车呢。人够吗？爸，够了，我自有安排，放心吧，我先挂了啊。我们就这样算了。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，但是风险很大。什么办法？那厂子里的工人，难道就没有缺钱的吗？饲料里动点手脚吧，家禽出了问题，那批货不就全完了？我去打听打听。说，谁让你来的？偷偷溜进来，手里还捏着东西，证据都在这。说吧，怎么解释？说吧，到底谁让你来的？是刘德贵，是刘德贵，他给了我2000块。说清楚，让你干什么？怎么谈？什么时候谈？他找到我说，给我2000块，让我往饲料里掺东西。昨晚给的钱，今晚就让我动手，就这样了。还有其他什么要交代的吗？这上面的话是不是你说的？这纸上的话我没说过。那这个声音，你认不认识？刘德贵，是刘德贵，他给了我2000块。说清楚，让你干什么？怎么谈？什么时候谈？他找到我说，给我2000块，让我往饲料里掺东西。昨晚给的钱，今晚就让我动手，就这样。那他胡说的。士兵加重词，你还要狡辩？爸，那我们快走吧。这没救了，这。那是工人自己乱说的，我没有。够了，爸！视频、录音、证词全在刘向北手里。我们要是还嘴硬，那就不是民事纠纷的时候，他随时会报警啊。27下个月动工，规模翻倍，扩大化，冷柜也要建。规模翻倍，早知道当初也跟向北干就好了。当时不是不敢掺和。你们10点，明天让他的饲料车进不来。德贵啊，这万一又被拍到了怎么办？拍什么拍？就是堆了点垃圾，违什么法？行，走。小北，你家门口堆一堆东西过不去啊！刘向北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德贵叔，这是你昨晚堆在我门口的垃圾，我现在给你搬回来了。不信啊，昨晚一共3个人，我的摄像头拍得清清楚楚，谁堆的，几点堆的，都在里面。这是公共区域，我想堆垃圾怎么了？公共区域你是可以堆，但你堵的是我的经营通道，我的货车进不来，你这叫妨碍经营，治安管理处罚可是会制裁你的。乡里乡亲，你们都看着，他这是欺负人，没人说句公道话。我就帮忙拿个东西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啊。喂，爸，
放心吧，都处理好了，没事的，挂了。爸，我就问你，你还想耗多久啊？举报闹事无果，现在就连投毒的证据也在人家手里，你还有什么牌啊？这房子是住不下去了呀，他2期动工你也拦不住，你不慢，最后这事儿也是烂在这儿了。就这么算了？不是算了，是不能再耗了。刘向北，我最后来跟你谈一次，要什么条件？你说。教主，你爸坑我爸10万块，这叫赖账。昨天带了2个邻居联署举报，结果不实，这叫诬告。你爸昨晚那句话，全村人都听见了，这叫威胁。现在你来谈条件，凭什么？我不需要你们什么条件，养殖场我会一直开下去。2期下个月就动工，你要是不服，就继续搞。那你就不怕我们把这搅黄？搅不黄，手续、证据、报告，每一步我都背着。你们出一证，我就接一证。我从头到尾都这样，你比我清楚。向北啊，我给你拿了点东西。我这次来呢，是想跟你认真沟通一下的。我们出补偿，你迁走养殖场，地方你自选，搬迁我们帮忙协调。迁走费用谁出？补偿款里有。停产损失谁赔？家畜提前出栏这些差价谁出？新设备审批、施工、设备重置，这些钱算过？没有的话，回去算过去。我爸已经在打听老宅世家了。村长，我想收刘德贵的老宅，按市价，你帮我传个话。你是认真的？我是认真的，不压价，就按他打听的那个数来。行，我晚上说一下。但是以他现在那个劲头，怕说不通啊。您帮我说一声就行，剩下的他自己想。德贵儿啊，这个价钱不低了，你整天闻着这怪味过日子，值不值啊？我也不多说什么了，你自己拿主意吧。卖给他，做梦！刘向北，你出来！你这厂子一天不关，我就来闹一天。人家根本不出来，在这还有什么用？你这么个闹法，能闹出什么来？刘向北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你这厂子一天不关，我就一天不消停，你也别想挨上。你们今天做的所有事情，我的摄像头都录得清清楚楚。有摄像头？你看看，又得溜喽。嘿嘿。村长，向北出的价，能不能再往上走走啊？哎，他出的就是市价，还怎么往上走啊？那手续呢？能帮忙快点吗？你来打听这事儿，你爸知道吗？行，我知道了。小北，昨天要怎么着啊？既然他来找你，说明他爸那边快低头了。德贵嘴硬，但他儿子开始打退堂鼓，真是很快了。村长，我有个条件，麻烦您帮我带回去。卖房可以，但要交钥匙那天，我希望当着全村人的面见证。意思是要他当众？不是为了修他，
是让这件事有个见证，免得以后有说不清楚的地方。行，我去说。你昨晚去村长那儿打听卖房的事，再去我刘家的祖宅，背着我去打听卖家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爸，那还能怎么样呢？举报没用，闹事没用，你还能撑多久啊？就是死，也不会把宅子卖给他。是啊，我们后面打算，你来干什么？小北，咱俩私下订房价，手续私下办，不要那么多人知道。交钥匙的那天，必须要全村人认证，少一个都不行。小北，你这是要我当众出丑？我不是让你出丑，只是要立个规矩，当众交割房屋，谁也别想事后讲别人的闲话。这刘德贵一个人来，还想私下交易，这不被挡回去了吧？这事儿从头到尾不都是他在那找茬吗？最后吃亏的还是他自己。走了。刘向北，我正式通知你，根据法律法规，居民宅基地与养殖场兼具药组，这个我上个月就查过了，兼具建厂前测量过，审批时环保局也确认过，你自己知道这条路行不通的，别自欺欺人了。说说吧，你今天过来想要谈的。向北，私下了结吧，价格好商量，别搞得这么难看嘛。难看？谁难看？投毒未遂有录像，连书举报，邻居全部撤回，证明在我从头到尾哪一次是我主动的。说的对呀，他说。要是想告我，随时可以；要是想谈，就得按我的条件来。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是刘德贵先动的手，现在证据出来了，哎，他刘耀祖一句话都说不了了。当初修路老老实实出钱出地，现在哪会有这么多事？他那人家10万块，现在啊连家都搭进去了。谁说不是？村长，你去跟刘向北说说，价格能不能再往下走走，少个2、3万。德贵儿，我已经跑过一趟了，他那边情况你应该清楚，市价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，2、3万而已。那我再跑一趟吧。你其实心里应该有数，大概率是不会松口的。哎，向北啊，德贵儿的意思啊，看你能不能再加点钱，要不然他实在是……价格不能变，少1分钱我都不会谈。行吧，那我再去说说。麻烦村长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坚决不松口啊！行吧，真是造孽！师傅，上面小心点儿。师傅，慢点，不碍事的。喂，爸。啊，快装修好了，再等几天就真下大白了。明天早上开个会，当场签协议，当场交钥匙。有时间来一下。村长，这德贵怎么怅然若失的？咋了这是？明天早上村里开个会，德贵卖房交接。
你们到时候都来啊！原来是刘德贵交钥匙呀！哎，那你去不去？去啊！这事儿从修路那会儿就开始，怎么不得趁早？那一块去。走。你在我们家门口施工，以后我们怎么走？刘向北，你是故意的，你故意让我摔的啊！刘向北，你家工人干活声音太大，吵得我家鸡都不下蛋，你得给我赔偿。各位乡邻，今天刘德贵、刘向北达成房屋交接手续，请大家过来一起做个见证。双方协议议价，房屋4至，此期交割，其时生效。到这一步。钥匙。这住了几十年的老宅子，就这么卖了？那能怪谁呢？当初他要不那么欺负人，还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？哎呀！小北，听说刘德贵一家搬走了。今天搬走的。那这事情这就完了，结束了。完了，那还能怎么样？我和你妈什么时候能回去住啊？爸，你们收拾收拾，这几天搬回来住吧。好好好。